们现在在日本大阪旁边的一个城市，叫做西宫，在兵库县。现在可以加入频道会员，一起来当赞助商，支持真心话不冒险。现在人在日本的大阪旁边的一个城市，大概离梅田坐车20分钟的一个地方吧，这里叫西宫哦，在兵库县里面。那兵库最有名的就是神户嘛，还有姬路城。我们今天要介绍我们的地陪阿明，日本达人啊，日本房产达人阿明，现在好像一直在搜寻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对不对？找一个什么？找一个物件来开箱看看。其实，在日本你要看到，你要能够进去开箱哦，不是这么容易哦，要经过层层的关卡，所以也是要事先的一些沟通啊。对，可能屋主就是日本，应该说有的人比较重隐私，他不喜欢房子被拍，也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有房子有在卖，所以就是要跟屋主沟通说，我们想要进去拍摄什么，都是要经过允许他才让我们拍。可是日本的房子不都长得一样吗？谁看得出来是哪一间？有的人就是还是觉得就是隐私的问题。对，所以我们也不能偷拍，不能偷拍。我们每一间都要取得同意才能。你取得那个客户的同意，屋主的同意。虽然他要卖房子，但是也是要格调非常高的。对，他有他的坚持。对，我们大概问100间，大概会有50-60间说不 OK。不 OK， 然后那个剩下的30-40间，等到我们要拍的时候，又说卖掉了。怎么会这样？那我们要不然就今天提前下课，已经没了，所以没了是吗？有。好，那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我们一样也是在西宫站，但是因为西宫站其实它有2条线，一个是阪急，一个是 JR， 一个是 JR 线。那我们今天看的那条是比较靠近阪急线的地方。比较靠近阪急线。对，但是其实都环境我觉得都差不多，就是你现在看过去，人行道很大，很漂亮，街景很整齐，然后有种树，然后有规划，我觉得感觉有一点那种，就是很舒服了，很舒服，很好住的地方啊。那阪急线如果它到大阪是通到大阪的哪一个站？阪急的话是通到大阪，它是靠梅田那边。梅田啊，哎呀，然后 JR 的话，它是通到那个北新地或者是那个南生町那里。那也靠近梅田啊，对，所以也算是在那一边那一区都在同一个地方啊。OK， 那我们走过去大概要多久？我们先从这个地方走大概要走10分钟。10分钟其实它去车站没有这么远。距车站比较近一点。好，那我们就直接到现场去，再跟大家分享哦。就 Let's go。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 Rafael 的一个评比它是。我们刚刚已经经过这个阪急车站了。阪急车站旁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百货公司啊，阪急百货。西宫花园。然后这边很多吃的哦，你看松板牛排啊，然后简餐店啊、定时店啊，所以这边的生活机能应该非常好啊。这里还有咖啡店，你看这一间看起来就是网红咖啡吧。所以离这边走过去，如果几分钟就可以到，这边生活机能应该也算是非常好因为他们这种就是比较偏住宅区的物件，就会说生活机能是车站附近很健全，但是如果你往外围走到你家的话，就是很安静，就是很纯的住宅区了。这样也不错啊，东西买一买再回去就好，你干嘛一定要不买，然后随时想到要下他们？台湾人的习惯可能就觉得说巷子口就要有便利商店，巷子口对，不止有的是说最好是我这一栋大楼有便利商店，然后叫2个路口以外还有个夜市可以买晚餐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房子了哈，就在这一栋。其实这边走到西宫北口，就阪急的西宫北口还 OK， 没有很远，大概走个几分钟可以到，就走路可以到的地方。那它下面呢，有一个脚踏车的停车位，加上后面有一个停车场，好不好？有一些机械车位停车格，可是看起来也没有几格啦。那我们就直接进到房子里面去了。这边就刚那个脚踏车停车，从这个地方进去，有一个油箱区，然后这边开门，出来了哈。感觉算是一个小社区，所以户数应该还好哦，中型社区。也做了很多造景，但放了这么多石头在这里。然后可能有分2栋，然后从这边连接过去。那我们就直接进来，开个灯，开灯了。
进来了以后，我们看到这个油箱这边有没有？楼下已经有设计一个油箱了，但是它这个可能是早期设计，也是邮差可能可以投到你家啦，所以你看到这个油箱，那就代表说这个房子可能有一点年纪了哦，但是都维护得非常好。阿明，这是什么房型啊？这是3LDK 3LDK 哦，今天这边看的都比较大间哦，然后进来以后感觉也是重新全部都有整理过的哦，这个整理的非常好，然后有一个玄关，这里有一个鞋柜哦，鞋柜还有一个外出镜哦，你梳妆打扮一下，然后这边也有一个收纳柜哦，也是鞋柜哦，鞋柜的范围非常多，然后我们转过来，它就是一个直向的纵向的。这个房型呢，在日本算是比较普遍会看到的，比较一般都会这样子盖井字形的。第一间，先看这一间，这是一个客房。那这种井字形的房型呢，会有一面窗是对走廊哦，所以这边会对走廊呢在这里。哦，灯也都是就是新的，用遥控器的呢哦。这个还可以这样啊，可能电池还没装啊。房子都比较大，因为应该是说这边住比较偏离市中心哦，大家就会觉得说距离换取空间。所以你所谓的市中心是指大阪市中心的哦。其实它这里也有它自己的市中心，也是算是不算是主要的市区了哈。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对面这另外一间一样是有它的窗都是对着走廊，所以这种窗呢，就是如果你把灯关掉的话，可能就是它的采光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就看你自己。但是因为现在灯光照明都做得很好，所以其实也不是影响这么大使用上面影响不是这么大。然后有一个衣柜门板全部铰链全部都换新的然后接下来看这个是 toilet 马桶厕所也全部换新了，换 Innex Innex 来浴室的部分也是全部换新的。然后日本基本上标配每一个房间都会标配，每一个房子都会标配这个4合1的暖风机这个有干燥功能，所以像它这个洗衣机的这个位置都换新的，洗衣机洗完衣服，然后它就可以用干燥的功能，然后衣服就挂在这边荷重10公斤，所以这是不是用来挂那个帘子的？它其实是来挂衣服的，挂帘子也是可以的。然后整套都换新了，你看这5金件全部都是新的，水龙头水龙头这也都是新的然后接下来是 LDK 的部分这一间采光超好它这个刚好这一面整个很舒服今天天气很冷，我需要这种阳光。打开来外面也不会有什么声音，也不大安静就纯住后面可能是有一点像是类似做仓储之类的所以应该不是那种工厂，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声音。然后它的阳台超大这超大，而且它阳台的部分也有一个水龙头，可以让你在那边看你要洗拖把啦，还是洗衣服之类的，方便然后最后一间房间是这间就是它有做一些层架在这里，然后有衣柜，然后整个房间的空间大概是这样。那平时它是打开的，那如果说你是要用的时候，你再把它关起来，它是不是没办法锁，对不对？这边就会喜欢用拉门式，那拉门就没办法锁，对不对？就没有办法锁像台湾可能拉门还会做一个转的嘛，然后它扣住，但是这没办法锁。可能就后面2间就是比较要办正事的时候去前面那2间了这边就是给客人了客房的部分所以可想而知，这间房间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开放的，就是跟它的客餐厅是开放式的。然后所以餐厅在这里客厅在这边，那你如果是电视可以放在这个角落。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厨房的配置厨房其实它也是全部都换新的了5金件它里面这个配件做得很齐呢，还不错它这边你看它原本就是应该是有写3改2的格局3改2的格局，对，然后它有换了什么东西都是屋主也贴出来还把还把这个型录也贴出来然后洗碗机也是标配这种小型的洗碗机我觉得比较适合台湾，但台湾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进这种的然后3口炉，所以这间是有天然气的对，现在都有天然气。日本也有瓦斯桶但是蛮少的，基本上可能就是京都或者是山上会比较多。市区基本上现在都是天然气。天然气。好。
然后这边是它的橱柜，它这一间做橱柜做的比较多，这边做了一个备餐台之类的哦，蛮方便的。这间的整个格局也不错哦，就是那2间房间可能它是对走廊，你自己可以自己考量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分享一下，这个地方是在西宫北口。对，西宫北口是阪急线的车站哦。那如果你是要到 JR， 它可能要走远一点的，走远一点，走10分钟哦。但是如果到西宫北口可能近一些。然后那边我们刚刚经过有非常大的一个阪急百货，然后也有文化中心，所以这一区的整个文化的气质非常好，住起来很舒服就对了哈。安静，很安静，但是又不至于安静，但是没有偏僻的感觉，没有偏僻的感觉。对，对于你这种都起廊可能没有很偏僻，但我这种乡下人觉得已经很热闹了。路上一直都有人在走，并不是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所以有那种就是路上连人我们讲话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地方，就对了。有，那去京都啊，京都感觉整个城镇都没有。OK， 好，那我们好好分享一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的这个坪数是几坪？它的全幢坪数是我看一下，10平米。70平米哦。对，阳台的话是12平，我的阳台的话是12平米，大概21平左右。21平左右。主间屋21平。好，那21平70平米，已经在日本我们看已经算是比较大间，相对大间的房子了哈。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阳台，阳台没算进去哦，所以3间房间都非常大然后 LDK 的部分也算是很适中。那这样子70平米，屋主开价多少钱？开价的话是3890哦，这样子也差不多是700多万左右的，800万左右的房子哈，800万就可以买到一个3房，然后离阪急百货，台湾也有阪急百货啊，在市政府啊。对，就是那个统一阪急。对，那如果我买在市政府统一阪急附近，大概可以买到800万可以买到3房吗？大概是3890台币。3890台币。所以在日本真的比较爽要买一个这么大的房子，在阪急百货附近就可以买得到。在台湾大概很困难这个价位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房子有兴趣，欢迎跟阿明联络。第一则留言有他的联络方式加入官方账号，然后点选学弟阿明。那如果你是最近想要多了解一下日本这边房地产资讯，也欢迎加入我们群组。阿明有弄一个跟大家一起讨论的社群，大家可以在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你这个日本的买房的点滴。那如果你是下次想跟我们一起来日本这边看房子的，也欢迎跟阿明联络，加入我们群组，我们随时准备开团哦。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一起支持真心话。我们今天感谢阿明，我们下次见，拜拜。您是不是也想在日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呢？想度假的时候就可以住自己的房子，但不想闲置在那边缴高额的管理费以及修缮激励金，这时候你可以考虑日本的一户建，委托给民宿公司来管理，平时闲置的时候可赚取租金报酬，来日本度假时也可以住自己的房子，未来退休时还可以拿回来自己使用，超适合我们的。迎接2025大阪世博会，有需要的朋友欢迎参考第一则留言哦。